姚老师，在小孩多大的时候他开始练乒乓球会比较好一些？我觉着从启蒙的时候可以早一点，5、6岁或者再大再小一点都可以，但是主要是提高孩子的兴趣，并不是要非很正规的训练。比如说颠颠球啊、打打球啊，就是往墙上打呀，或者只要跟球有关系的运动就都可以训练，并不一定要特别着急的强化动作这方面，先从兴趣着手，5、6岁就可以。到6、7岁以上或者7、8岁以后，我觉着再稍微的练得苦一点。刚开始我觉着一定要让孩子有兴趣、快乐的、有感觉的去打乒乓球。那对于小孩来说，他们打乒乓球对他们的整个生长发育有什么样的好处呢？我觉着灵活性乒乓球是比较练反应、手上控制球、协调性，是一个综合性的运动，所以我觉着孩子打会儿打相对练乒乓球，对孩子以后的发展，包括视力和智力都有明显的帮助。那对于成年的业余球友，他们打乒乓球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？成年人打乒乓球呢，我认为这个体育运动的运动强度比较适合咱们中国人，因为有些时候随着年龄增长，你的体力不够了，有些项目你运动量过大了，对自己的身体也不是一个好的锻炼，相对是一种伤害。我觉得乒乓球的运动量正合适，所以我觉得可以多打乒乓球。打球的时候会强调一些位置的感觉，那这个位置的感觉对乒乓球选手来说，它怎么样能提高？这个就需要一个量变到质变。为什么乒乓球训练计划有好多？也就是因为有意识的提高判断球，这样呢就加强合理性，判断的越合理，你越发力越稳定，越容易发上力，也是给对手造成最大的威胁。如果位置不合理，你的力量没使到位，所以过去的球也没有那么大威胁，所以这个步伐很关键。或者您在训练中是怎么样帮助他们找到这个？我一般练习的时候还是先是以前后步伐，就是多球训练的开始，还有一个就是大角度训练，让孩子出条件反射本能的去判断球，因为越角度大难度越大，他追到了以后，他相对来讲再把难度小了，他就自然而然的就会掌握得很快。这集咱们说到了直板快攻的打法，这个打法有些退化的现象。对，非常明显，因为球大了以后，直板正交本身就是快，另外偶尔的有些时候它是正交交力有一点下沉，就是有意识的造成有一点威胁，而且是在快速中造成威胁，让对方不容易做到反应，就失误了。但是现在球一大以后呢，它慢了以后，它直板的这些优势已经吃亏很明显了，所以确实现在直板正交很难打。业余里面其实反思这项技术用的不是特别的多，那么在遇到同样类似需要专业运动员会用反思的时候，业余的选手有没有更好的应对方法？这个问题确实，因为专业运动员和业余运动员最主要的就是时间的问题，因为业余运动员练习时间少，所以有些高难技术他掌握不了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，相对来讲挡一下就可以了，或者有意识的体会一下合上对方来球的力量就可以了，不要做到再加旋转再加手腕手指的力量，因为那个需要一个量变的过程，你没有长时间的训练就去加高难动作，它无谓失误比较多。
您有什么小窍门呢？比赛中或者您打比赛的时候，怎么让自己相对的放松下来？我一般紧张的时候喜欢盘盘玉。那如果打比赛的时候也能盘吗？赛前可以盘盘，主要目的还是放松减压一下，这是最主要的，释放，不用去想，因为有时候想多了，越想越紧张，倒容易不好了。您自己打球的过程中有没有说过特别紧张，在场上觉得自己身体很僵硬的时候？有，一般比赛的时候，特别是每次比赛的第一场球，或者是打到决赛的时候，这两种可能出现的最大压力最大，因为第一场输了，影响后面的士气，所以特别紧张。到最后呢，因为又想拿冠军了，所以呢也是越打越紧张。这个问题也经常能碰到，一般都是在这两场时候碰到。嗯。